1953年7月16日，由台湾国民党政府精心策划的东山岛战役爆发，在军舰、飞机的协助下，1.3万余国军对福建东山岛发起进攻，声势极为浩大。对于这场谋划已久的战役，国民党和美国军方对此战事志在必得，甚至将其视为国民党反攻大陆的第一枪，战略意义非同一般。而他们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在此次战役中，他们投入受过专业训练的特种部队，并使用了对于解放军来说较为新颖的空降兵定点突袭战术。在他们眼里，东山岛已成囊中之物。但是，令国民党和美军意想不到的是，在原计划中仅只需要半天或1天便能结束的东山岛战役，居然足足持续了2天。而解放军虽然遭到了那支所谓的精锐部队突袭，但是这场战役的结果却让人出乎意料。国民党和美军为何在这个时间点突然发起对大陆的反攻？国军精锐部队的表现究竟如何？空降突袭战术是否奏效？自从1949年在解放战争中落败，狼狈逃到台湾后，蒋介石心中便始终怀揣着反攻大陆的执念，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够恢复国民政府昔日的荣光。为此，蒋介石集团在台湾厉兵秣马，只等着自己的美国干爹一声令下，立刻吹响反攻的号角。对于反攻的时机，蒋介石心中门清。如今国共两党之间的军事实力对比成一边倒的形势，区几十万国军，哪怕全美械装备，也不是解放军的对手。因此，只要第3次世界大战打响，全世界再度陷入混乱，到时候国民党只要紧抱美国大腿，或许能靠着美国的支持重返大陆。虽然彼时距离2战结束还不到10年，但世界形势随着美苏意识形态的对立，已经变得越发严峻。谁也说不准这2个超级大国一旦擦枪走火，会不会把全世界再度拖入战争泥潭中。而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员，倘若战端开启，自然是站在美国的对立面，这便是蒋介石等待的机会。不过令人唏嘘的是，蒋介石一直熬到1975年，吊着一口气活到88岁，都没能见到第3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反攻大陆更是遥遥无期。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因为对于1950年的蒋介石来说，反攻大陆的机会近在咫尺。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志愿军入朝对抗16国联军。尽管为了不使战争形势迅速升温，苏联没有直接派遣军队参与作战，但军械设备同样源源不断地从中苏边境运到前线战场，甚至在后来的空战中，苏联派遣王牌飞行员穿上志愿军军服赴朝参战。这场战争令世界各国惶惶不安，生怕美苏2国将战场扩大至世界范围。而此时的台湾国民党政府则认为时机已到，开始磨刀霍霍，并向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提出派遣国军的第6主力52军入朝作战。不过，这一提议最终被美国白宫方面否决，生怕这一举动刺激到新中国，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战争。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好按捺住躁动的野心，重新等待机会到来。经过近3年的沉寂，随着朝鲜战场最终谈判拉开帷幕，反攻大陆计划迎来了转机。其实，早在1951年4月第5次战役结束后，战争双方便围绕38线附近修筑防御工事，战争进入僵持阶段。当战争的发展远远超出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意料时，联合国军内部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不少国家提议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及时止损。而美国方面同样抱着这种想法，只不过如此狼狈收场，不仅攫取不到美国预想的战争红利，还会对美国的国际威望造成损害。因此，美国还是倾向于继续与新中国僵持，通过一场场局部战役的胜利，逼迫新中国主动妥协停战，接受更多对美国有利的停战要求。但令美国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刚成立不久的赤色中国居然轻举国之力，以气吞寰宇的气魄与美国这一世界唯2的超级大国打起消耗战。在1953年2月全国政协一届4次会议上，毛主席还发出宣言，时间要打多久，我想我们不要做决定。过去是由杜鲁门，以后是由艾森豪威尔，或者是美国的将来的什么总统，由他们去决定。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俗话说，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见中国一副死磕到底的模样，美国可不愿意继续耗下去。财政上的连连赤字，国内民众反战情绪高涨等问题，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于1953年4月26日重启停战谈判。饶是如此，美国还是不愿意安心坐在谈判桌上走完停战流程。为了能在停战协议上多占些便宜，美国人决定使些盘外招向我国谈判人员施压。于是他们找上了被遗忘在角落的蒋介石，采用放蒋出笼的战略。彼时的蒋介石听闻朝鲜战场重启谈判后，整个人顿时就变得焦躁不安。倘若错过这次引燃全球火药桶的机会，下一次不知道又是何年何月。就在这时，美国派人与蒋联系，表示希望蒋介石能号令国军对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发起军事行动，并且在此次行动中，美国会予以大力支持。老蒋一听这话便来劲了，唯恐天下不乱的他生怕美国就此消停下去，这完全不符合他的利益。而此时美国主动找上门来，令他又看到了重燃战火的希望。在美军顾问与国军将领的周密分析后，最终他们决定针对福建东山岛进行海陆空联合突袭。东山岛位于福建东南部，是福建第二大岛，也是一处战略要冲。如果国军占领东山岛，就能将其作为战略支点，大军直指福建腹地。根据美军顾问制定的计划，夺岛战役一打响，国军方面出动大型军舰封锁东山岛周边海域，阻止解放军的海上增援。届时，位于东山岛西北部的八尺门渡口便成为岛内唯一的进出口。而八尺门渡口易守难攻，倘若用常规进攻手段，就只能指望正面登陆的国军以掩耳不及迅雷之势一口气打穿岛内守军，显然这不太现实。所以美军顾问提出用空降突袭战术，派遣一支空降部队绕过正面防线，直插八尺门渡口，给守卫此处的解放军一次大惊喜。这就使得八尺门渡口的争夺成为此次东山岛战役的重中之重。空降部队成功夺取八尺门渡口，就如同扼住岛外解放军支援的咽喉，此次战役相当于已经打赢了一半。为此，在东山岛战役打响前的1个月，美军顾问从国民党散兵中筛选出近500人，将他们编为特别行动部队，对标美国空降部队，为他们装备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并进行高强度的强化训练。除此之外，美军顾问还选定与东山岛地形相似的巴德机场作为模拟实战地点，指导伞兵落点。经过反复演练后，这支空降部队已经能够做到全员准确降落在不足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这一训练成果而言，堪称完美。这也是为什么在开战前，国军指挥官们皆是信心满满，认为胜利唾手可得。但是，由于当时我党派出大量情报人员前往台湾执行渗透任务，导致国民党内部情报走失状况不断发生，一时间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生怕下一个遭殃的就是自己。正因如此，整个东山岛登陆计划被胡琏等人严密把控，知情者少之又少，就连预备投入战斗的士兵们都完全不知晓。这种做法固然可以有效防范，但也为这场登陆战埋下了隐患。1953年7月16日拂晓，天边刚泛起鱼肚白，日轮依旧沉睡在地平线下，但兵营里的空降部队却早早从睡梦中苏醒。早在几天前，他们便得知今天要进行一场海陆空联合演习。整理好行装后，伞兵们在长官的安排下有序登机，一如以往。16架运输机载着487名伞兵穿越云层，直冲大陆方向而去。伴着飞机嘈杂的轰鸣声，带队军官迈着沉重的步伐来到机舱，这才告知伞兵们演习的真相实际上是对东山岛的一次特别军事行动，行动任务与以往训练内容高度重合，所以不必惊慌。虽然嘴上安慰着士兵们不要惊慌，其实就连带队军官也是在上飞机后才从任务档案袋中知晓真相。这种突发情况，就算是约翰·兰博来了都得骂娘。既来之则安之，此刻伞兵们就算想掉头回家也办不到，只好硬着头皮继续任务。几炷香的功夫，运输机群便驶进东山岛，并来到预定的250米高度，准备投放伞兵。就在这时，驻守东山岛的解放军战士们敏锐地观察到敌机靠近，迅速对此做出反应，使用防空机枪对国军运输机进行打击。高速喷射的子弹中还含有不少干扰视线的夜光弹。
而领头那架先导机飞行员受夜光弹的刺激，本能的拉杆使机头抬升，向更高空飞去。后续的运输机飞行员见状，顿时傻眼了，心想：不是250米投放吗？怎么还要抬升？以前演习里没有这项吧？但是由于没有提前准备紧急情况处理方案，飞行员们也不知如何是好，只好跟着先导机一起抬升机头，一口气就来到了1000米高空。这时他们才反应过来，空降任务还得执行，于是又如同赶鸭子下水一般，把伞兵们赶出飞机。可是这样一来，因为跳伞的高度发生变化，伞兵们的滞空时间瞬间从以往演习的45秒拉长至7至10分钟。这不仅给我方守军带来极长的反应时间，还将他们自己变成一个个呆若木鸡的活靶子。更有意思的是，原定计划中跳伞士兵487人，如今却锐减至416人。这些消失的士兵都去哪儿了呢？原来一架运输机飞行员见势不妙，直接调转机头飞回台湾。而他这一番临阵脱逃的操作，带走的不仅仅是近1/7的作战部队，还有整支空降部队唯一的通讯电台，这导致空降部队与其他部队断联，陷入孤身作战的局面。另一边，早在运输机投放伞兵前，驻守在8尺门渡口的福州军区水兵师一团一营一连战士便已反应过来，先前下的运输机紧急抬升的夜光弹，正是由一连战士架设的2挺装有防空三脚架的重机枪打出，并且在第一时间，连长王德才就下达了作战指令。首先，停留在渡口的所有船只，除刘舵手、轮机和水手各1人外，其余人携带武器上岸参加战斗。船只由副连长指挥驶离渡口，寻找地方隐蔽。其次，副指导员带领部分战士回防渡口附近的后林村，召集民兵一同守护村民人身财产安全。最后，王德才本人则带领剩余战士从码头仓库中取出轻机枪，分为2个战斗小组对制空的敌人射击。此时遭遇解放军猛烈集火的伞兵们却无力反击，因为伞兵携带的重武器与伞兵是分开投放的，需要落地后才能找到武器。这样做本是为了防止士兵因携带的武器过多，无法及时打开降落伞造成意外，可如今却令天空成为他们的葬身之地。等到伞兵们成功落地，在军官们的指挥下好不容易集结，才发现人数已经锐减至300人出头。更要命的是，空降突袭战术主打的就是战紧先机，而由于先前一系列的操作失误，使得这一优势大打折扣。在王德才的部署下，一连战士们已经围绕后林村和8尺门渡口布置固若金汤的防御阵地。此时，除了撤退外，摆在伞兵面前的只有强攻意图。但无论是正面突破还是迂回包抄，伞兵们的战术在一连战士的严防死守下看不到一点机会。倘若有人摸到防守阵地周边，等待他的将是狂风骤雨般的机枪子弹，甚至是集束炸弹的轰炸。这场渡口争夺战持续了近4个小时，从破晓时分打到艳阳高照。这支国军所谓的精锐部队愣是没有突破一连战士编制的防线。16日10时10分，我军272团9连登上东山岛，接替一连防守任务，并在272团3营到来后，对伞兵发起反攻，最终将敌人打得溃不成军，仅有60-70人逃遁，其余皆被击毙或俘虏。根据战后台湾方面给出的数据，参与8尺门渡口争夺战的伞兵部队阵亡或被俘229人，逃回187人。经过近2天的战斗，除8尺门渡口争夺战外，国军的正面进攻部队在东山岛各处也遭遇失败，最终只能无奈败走。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美梦再次破碎。或许蒋介石和那些国军将领们永远也想不通，国军的武器装备远胜于解放军却屡屡失败的原因。实际上，战争终究是人的战争，解放军坚定的战斗意志和信仰才是取胜的关键。就像毛主席所说，哪怕再来一次8国联军，我们也有信心把他们打回去。面对这样的解放军，早已失去信仰且毫无斗志的国军，又怎么可能战而胜之呢？